家，今天要来改造这件洋装。如大家所见，它有口袋，有腰上的这个绑带，然后还有一个里面应该是有松紧带的领口无袖的一个设计。我想把它改造成2件，就是上面一件上衣，然后下面这个裙子还是可以保有它的口袋跟这个束绳带，然后可能在上面在腰带这边加一个松紧带，然后维持它原本的长度，或许可以开一个叉。然后如果上面的布料足够的话，我也想把它做成一件夏天的上衣。那我们就开始改造吧。就先把它有力往外翻，找到它的腰带的部分，看我要的松紧带的宽度来决定我要在哪里做记号，然后在哪里做剪裁，要留多少缝份。你有没有曾经就是把一件事情规划好，然后胸有成竹的去执行的时候，才发现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如你想象的那样？对，这件裙子就是这样。因为我的松紧带是1寸的，所以加上缝份的话，我的腰带就是要有2寸宽，在这里刚剪裁出了2寸宽的腰带，是等一下要缝在内侧的，然后决定在往上大概3/4寸，非常尴尬的一个数字的地方划一条线剪开。等一下做完之后，它原本的这个腰带可以维持在松紧带的正中间，然后松紧带可以在缝合的时候刚好碰到它的原本缝线的下缘。现在就是沿着刚刚画的这条线把它剪开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缝了。理论上来说，这个方法其实没有什么问题，执行上也不会有任何需要什么比较高深的技巧或手法。其实状况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差，只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刚刚做的错误都没有办法弥补了。说起来就是一个心理的坎，或者是一个心魔在限制我。接下来就是把这个腰带往内翻折，然后缝份往内翻折。如果没有意外，如果没有那个心魔的话，这个步骤做完，松紧带放进去，我其实就做完了。但是 but 这个故事的转折就在这里。刚试过了，完全不行，因为它的缝份已经有相当的厚度，再加上它原本的绑带又增加了一些厚度，然后松紧带进去之后就完全变成一个圆形的感觉，太厚了。所以现在的想法是要把后半部完全变成松紧带，然后把它原本的绑带保留在。现在有2种选择，我可以将错就错，然后把影片做出来就好了，反正到最后有没有真的穿出去无所谓。但是第2个选择是，我可以就承认自己的错误，然后把所有东西看是要从头规划，还是要重新调整。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刚开始觉得应该是太厚的问题，但是事实上我知道是整个形状都不符合，所以原本想要纠正的一些导正的一些小错误，其实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解决问题，然后我就哭了。你问说这个真的有这么严重吗？我也知道这个真的没有那么严重啊，但是那个情绪就陷在里面。创作最大的瓶颈应该就是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的时候，而且这种东西不是你到达某一个境界，或者是你到达某一个岁数就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，它根本就是一个潮汐的感觉，可能随时随地任何一个人、任何一句话、任何一个景象都可以给你这样的挑战。昨天呢，做到大崩溃，然后中暑。今天我也只是把上面领口这边的松紧带拿掉，然后就这样而已。我整个卡关，我觉得是一个不知道终点在哪里，所以就很难往前进的一个感觉。昨天其实如果腰带是顺利的可以完成的状态下，裙子就做好了，但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，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昨天剪裁出来的缎带是长方形，但是它的缎带原本的形状是有弧度的，所以就一直合不起来，所以才卡关。我发现如果单纯是裙子跟上衣的话，我会把它拿出来穿的几率可能会蛮低的，尤其是上衣原本的那个形状没有办法
好穿，是因为它的绑带本来就太难使用，所以如果现在绑带已经拿掉了，说不定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我又想说，不行，我必须给自己多一点挑战的空间，在设计方面多动一些脑。所以我决定今天多花一点心思，希望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个感觉。所以今天我决定就这样子罢工，明天会跟大家分享。嘴巴上面说要罢工，但是也不知道要干嘛，所以还是继续做。但老实说，这是我第一次在人台上面直接这样做组装。现在后片是前片，然后前片那个开胸襟的地方跑到后面去了，然后前面的感觉好像就变成一个船型领的感觉。对，我画的好乱，不确定自己在干嘛。如果失败了就当作是学了一堂课，学一个过程。感觉应该去找老师做这件事情，但是现在是暑假时间，设置大学没有开课。上个学期我没有修课，也是想说给自己喘口气，但是现在觉得好像没有办法自己突破，必须找一个助力。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在看影片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想法，所以才会在网络上搜寻这相关的东西吧，不知道，或者是大家只是想要吃饭的时候有一个节目配的感觉。之前有个朋友说，其实他打开我的影片，他其实很想要看懂，但是一打开我好像讲到要剪裁的时候，他就听不懂了，就放弃了。他觉得裁缝听起来应该是可以非常放松的，可是因为听不懂，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。刚刚讲那个是干嘛的？怎么连到这里？刚刚跟昨天晚上花了一些时间在画设计图，然后在人台上面做一些，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，反正就是看我喜欢的样子是不是可以直接呈现在我面前，我就不用做任何的计算。画了一下之后，觉得不需要做太高腰，就保持它原本上衣的这个长度，然后腰带的部分应该就是不会用了。然后我的裙子部分想要做抓皱，前片会变成后片，后片会变成前片，我还不确定，所以就先不剪布。但是我们可以先做，还要做样衣吗？还是就直接缝了？直接缝。刚刚放在身上觉得还不错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领口放低一点，然后前板 OK 了。现在看后片，反正领口这么大，说不定直接缝死就好了。就是做一个装饰，然后感觉好像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露背的感觉，感觉好像豁然开朗哦，好像是哦。打算直接用手缝把后背的那个缝死。前片跟后片刚刚也花一点时间，把该拆的线跟该烫平的地方全部烫平了，把这个剪下来了。刚刚试了一下，发现这个领口太高了，还要再往下一点点，所以现在就马上来做调整。然后我刚刚也有试缝，是可以固定它，毕竟这里是一个斜切的布料，所以很容易就变形，所以要缝一个 stitch tape 的东西。他说它可以防止它变形，通常是在肩线这边。等一下先缝这个上去，然后后片跟前面就可以结合起来，把多余的布料剪掉，做新的袖子口了。好的，刚把这边 stitch tape 已经缝上去了，有点 Q 起来，因为这个固定的，好像印象中老师是说要原本的长度还要再短一些，所以现在有点皱皱的，但是等一下烫过应该就没事了。前片后片正面对正面，然后我刚做的记号在这边，就把它这样子缝起来，然后肩膀这边也是。好 ，Let's go。好像还不错哎，这个线条的感觉刚好在我的肩膀的线的外缘这边。袖子口的高度我也觉得非常 OK， 我甚至觉得可以不用改这么大，所以我现在想要重新帮它画线，画在左边好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还是会把原本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荷叶边缝上去，可能做一点抓皱，让它有一点效果。背面就算了，背面就维持它原本的样子，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现在
在下车缝缝固定一下。刚花了一点时间把袖子口的这个滚边条包边带，到底是什么？滚边条拆下来，然后也烫平了。我比较想要它上半身是非常合身，然后做出腰身的感觉，所以我背部也做了腰绳。做腰绳就是变得比较合身的话，穿脱比较方便，还是要放拉链才行。现在要剪的是袖子口的新的弧度。老实说，这一件昨天居然还可以做到哭，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。有些事情你就是非常想要把细节都照顾好做好，但有时候一个 kimoji 不对，你就会觉得我到底现在在干嘛？现在这边是前片，这边是后片，先剪裁，然后要记得留缝份。剪裁完之后，两侧收完边之后，这边再用原本的这个包边带收起就好了。然后我先去把这两侧车边起来，分开车边，然后再把它缝合在右侧，左侧要放拉链，然后这边也要固定缝。做完了，我后来觉得用它这个原本的方法来收边的话，我应该要等到收完之后再来车这个侧线，不然这边就是会有一点毛，但没关系，反正就一点点而已，大概0.5公分而已，就用那个锯齿剪刀把它剪齐，像这样子应该就还好了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缝裙子，然后就装拉链就完成了。我刚刚在裙子的上摆全部都缝了增长5的缝线，现在就是上下左右对齐之后，把那个增长5对齐起来，然后左边这边也要开一个叉，这边要打开，然后同样这个边也是先用车边帮它收尾，等一下在那个装拉链的时候才不会顺序错了。第一次晚上录影有点暗哦，现在是要把上衣跟裙子这边缝合起来。完成！这船型的设计我觉得还蛮 OK 的耶。然后我其实在腰身这边没有做得太明显，所以后来又加了2个绑带，可以让它做出更明显的腰身。不然的话其实就是松松的，然后好像就直接套头就进去了，根本就没有必要加拉链，舒适宽松。然后想要做出腰身的时候，只要把这边绑起来就好了。最喜欢的大概就是做出了这一点点抓皱的荷叶边在船型领口这边，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 keyhole 设计。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